是来自于我们的全明星酒吧组队赛啊，也就是说啊，龙队、虎队啊，你说草地队和八神队什么的就无所谓了，反正就是一个队的名字。那么一批呢，就是我们的草地队，它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小孩儿啊，来自于小孩儿作为整个这个团队的核心，然后呢来打这个八神队的这个赖霸啊。事实上是这样的啊，这个赖霸呢应该是队员，这里面没有什么队长队员之说啊。队长呢无所谓，就是每一个团队的人都是5个币啊，也就是说一共25个币，但是另外额外有15个币呢，可以分配给其他的任何人啊，任何人，大伙儿能明白吧啊？所以说也就是说，一般来讲呢，觉得谁厉害，可以把它分给最多5个币。啊，这15个币呢，最多能分给5个人，最少是分给3个人啊！你不能把15个币全给小孩儿啊，你只能给5个币最多了，大家可能理解吧？那一上场呢，先是陈辉打这个赖霸。整体来讲啊，今天跟大家伙儿说一下啊，希望大家伙儿谨言慎行。今天晚上我知道有97和98双料比赛，但是呢，97的比赛今天不播，来自于官方的正式邀请啊，我狼已经是给大家伙儿播这个球行98了，也是上了咱们格斗区的兵器谱排行第1位啊。你可以打开格斗区看到我应该是第1位的。然后呢，这种情况下啊，跟大家伙儿讲一个事儿，就是说，这场比赛之后，我们会解说97（括弧）。也许他还没有结束啊，那如果他结束了，就当我没说过啊。他没结束的话，我可以继续说。然后呢，这边呢是陈辉和赖霸的比赛刚刚开始。所谓的解说呢，跟大家伙讲啊，就是说，当成强5来打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，如果陈辉打赖霸，赖霸如果要是输了的话，啊，这边要不要追加给赖霸5个币啊？你们要能理解吧？能理解啊。好，我们看看现在，那陈辉呢也是97、98双料玩家啊，也就是说97和98都会玩。这里面双料玩家是谁呢？就是你看有很多啊，陈辉是97、98，小孩是98这个2000啊，97呢事实上就不算了吧啊，因为97的小孩呢也就3问能玩一玩啊，其他的确实稍微差那么一点点。然后大口呢也就是98。啊，然后成龙啊，成龙也就是说，咱们终于带我龙玩了啊，终于带我龙玩了啊。然后呢，八神队呢，赖霸、河池是3料啊，97、98外加2000啊，河池都是这个顶尖玩家，大家可能理解啊。好，那由于呢一批陈辉啊，我们的尾座呢是没有大门这个人物的，所以怎么看怎么感觉啊，因为整个这个游戏，我觉得巴克门是最稳定的。那没有大门这个角色呢，我觉得陈辉啊打赖霸应该是特别包打。我们认为啊，通俗上来讲啊，传统98的4大天王就是巴克、门赫，然后不知火舞是打突袭啊，外加罗伯特一点什么这种什么3皇啊，这都是不能说非主流，但是肯定跟特别主流的人 T0没有关系。你像赖霸就是巴克门，对吧？巴克门小孩呢有可能会选不知火舞啊，对吧？这也是他的杀手锏。那现在呢，阵营怎么样？我们不知道啊。这个比赛呢，也是，好久没说了啊。因为98比赛呢，其实个人感觉节奏呢，稍微比97要慢一点点。很多人呢觉得不太愿意看啊，但是很多人不愿意看97，反而愿意看98啊。包括像广小的粉丝啊，广小就是广州小龙虾啊，这样对吧？广州小龙虾就是广小。好，我们看看。1-0之后啊，我觉得配5个币的人在草剃队小孩是毋庸置疑的啊，小孩是毋庸置疑的。然后这个陈辉要不要再加币，我不知道。那目前为止，他打这个赖霸应该是不好打啊，他打这个赖霸确实是不好打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可能不会续币啊，他想续杯啊，他想续杯，他想续杯啊。好，我们看看这个40个币呢，说白了就是抢40。今天晚上的比赛是抢40的，98抢40大概是4个半小时到5个小时之间。如果打满的话啊，是4个半小时到这个5个小时之间。所以说大伙儿要忍耐得住。8点钟开始，也就很可能会在12点半左右结束。能理解吧啊？好，我们看看八神这边是一个1v3的局面。而这个赖霸呢，也是作为对吧？我们98也是曾经有一个所谓的4条 X 说法啊，
像什么老黑、小黑、小孩赖霸啊等等啊。现在呢这个不知道了，但曾经啊，我记得在大前年啊，应该是这么说的啊。好，一首坐地裸杀。这个裸杀呢，虽然说97里面肯定会有人说啊赖逼啊，肯定会有人说赖逼，但是98的话裸杀确实不赖，裸中了反而是技术好的体现啊。好。好，我们看看现在2比0，感觉赖霸呢是志在必得啊。这样的话呢，其实得分啊，咱们就看他得分就好了，剩多少个币没有必要了啊，我们就看得分吧，因为不好算。草 T 队的得分我们就写在前面吧啊。草 T 队目前现在是0分，而八神队呢是2分啊。不这么写了啊，一会儿再写，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再说啊。八神队呢有赖霸、小黑，然后鸭王、河池，还有这个薇薇啊，就是郭振威吧，应该是啊。而这个草 T 队呢，就只有小孩啊，只有一手小孩，其他的可能对吧？这个比不了赖霸跟小黑的级别啊。你像大口啊、陈辉啊、历程、成龙。他们跟这个小黑和赖霸的等级比是比不了的啊，确实有点比不了。陈辉也一样啊，陈辉虽然说玩98不错，但是他这个排兵布阵方面上，用陈辉来打赖霸多多少少有点难了啊，有点难了啊。为什么都是小孩呢？大人谁能干出那事儿啊？大口历程很强，但是相比于小黑和赖霸我说的是相对于小黑和赖霸啊，你们一定要听清楚啊！咱不是说他们不强，我们就相当于，比如说河池玩97很强，叶枫玩97很强，但是相对于灰，他就不是一个等级的啊。大口克小黑是吗？那就是我资讯落后了啊，只能说大口进步了，然后这个小黑呢停止不前了。啊，只能是这么说的啊，不输赖霸小黑啊！你们说的我就匡且一信啊，为啥呢？因为呢，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，所以说我还是比较传统的啊。什么叫传统呢？因为我好长时间没有解说98了啊，大概得有个1年多了。这种情况下呢，对吧？不知道现在的这个战况，这个没办法啊。3经穷5经富的谁也不知道啊，对吧？谁也不知道。但就目前为止呢，感觉好像陈辉打赖霸有点打不了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看看，我操，这个 CD 也能骗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天天一个抓，下臂一个抓，好的，要不要爆气？还是要崩的节奏啊！下轻手推头上没敢，一个后影跳轻手3比0。这么一看啊，这个排兵布阵有点亏啊，这个排兵布阵是有点亏的，对不对？你懂吧啊？好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98好慢啊，98就是慢啊，98这个游戏是慢的啊，就算98有1v3，它也是慢，知道吧啊？好，来看看这波正好来学习一下啊。
好，第3血。现在0杠3的比分，然后8神呢总是赢不了，8神总是赢不了的情况下呢，这个不是8神总是赢不了啊，这个首发人物总是赢不了，然后8神2发呢也是被揍的挺惨，对吧啊？前2天历程抢食吊打小孩，我想问一下98有没有那种节奏啊？我说的节奏是真节奏，不是说那种节奏啊。说白了，就我说的意思就是有没有那种打法。就是1万打法和10万打法和1000打法和200打法，就是我实话实说啊，这个你们不要不相信，确实是有的啊。97也有，我不说你们懂。98有没有？我估计肯定是有。中奖之下必有勇夫，知道吧啊？好，来看看，闪身过来偷下盘。好，升龙一根，好落地，正身位。好，感谢我们的小月哥3手星空卡，外加我们的狼哥晚上好，凯哥1手飞机啊，刚才坠卡了啊，刚才坠卡了，又加一个坠机啊，有点不好意思的啊，差点坠卡啊。我们的小月哥都不用多说了，也是老哥们了啊。4比0，那赖爸应该说是稳吃陈辉了，我感觉应该不会给陈辉加币了啊。不是你们不都说不带那个成龙玩了吗？顺带也不是不带大口玩了吗？不是说曾经老板说怎么样，怎么现在又带了呢？对不对？好，来看看，闪身一个掏，直接1手小葵花。我们看一下啊，正常来讲呢，4比0的话，你说你让那个陈辉上场，对吧？他上场你就不会给他加币了吧？应该是不会加币了啊。好，1手过来，看不起我卤蛋，这1声卤蛋直接破功了啊！我们整个斗鱼最亮直播间直接1手卤蛋的。好，一个波。难道加给成龙？那你们不说大口和历程很厉害吗？对吧？大口和历程很厉害啊。那你说你现在都被剃头的话，被1手剃头，然后你还要你还要追5个币，我靠，对不对？好，口么么么对的莫伦多。好，这个1v3，我感觉2个人有差距的啊，我感觉2个人确实有差距的。你看以前我的价值观里啊，就是对吧？如果说假设10年前的我穿越回来，我可能还说，哎，那个灰灰、老 K、叶枫、陈文俊啊，佛山4小龙，对吧？现在陈文俊已经消失了啊，对吧？就算他回来，我估计大哥这干嘛呢？这手裸杀我没看懂啊。当当当，好，差距确实有点大。那么差距大怎么办呢？对吧？你懂的啊。好，一个打击头带走5，哎，下场了，兄弟们，下场了啊！现在5分，赖爸打5个啊。赖爸已经打5个了啊！接下来上场的人是谁？啊，0就剃头了啊！来，我教大伙这个花式吃猕猴桃啊！啊妈的，这个猕猴桃跟萝卜一样，我操！我他妈的！すぐ楽にしてやる。死ぬかもた。好，
太嘚了，怎么跟萝卜似的？我操！好，来看看比赛开始了，来自于历程，面对已经是5连啊，面对已经是5连这个我们的尾座，也就是陈辉。那这一局看看赖爸来打历程，历程也是目前来讲，历程也是5个币啊，但是呢，要不要给他追加？我们的一个草 T 队，很多人说大口跟历程现在不弱很强，但是呢，我们看一下怎么说，因为你加币的话，你是要给陈辉，看来是不想加了是吧？也有可能一会儿再重新回来的啊，也有可能的，因为呢，团队一共40个币，有15个币呢，队长任意分配。我现在不给他加，没准一会儿我可以给他加呀，对不对？我一会儿可以给他加呀。然后第一场上来之后呢，这个历程来打这个赖霸，看得出来啊，这个赖霸呢就不像打陈辉那么简单了至少这个8神2个人上来互换，然后呢巴克门变成了8门克，咱们玩的是随机传气的98版本，所以说呢是随机传气，大家伙记住了啊。怎么随机传呢？不是说你比赛了之后才知道。是你选人的时候有笑脸，你可以看啊，你可以看。我们看看现在，历程和赖霸的大门之间对拼，好的，头上符接出阴头。这一局赖霸呢胜算依旧啊，还是胜算依旧。但这边呢不是克里斯啊，是罗伯特。罗伯特呢作为这个理论上来讲，作为非主流界的佼佼者，已经升级为非主流和纯主流之间，也就是说所谓的 T0和对吧 T1。对吧？就是肯定不是 T2 了，他就是 T1，不是 T0而已。但罗伯特这一局上来呢，确实挺狠啊，勾了几个血，然后呢2个人交换体位之后呢，一个下臂腿把把大门直接带走。那这样的话，看看历程上场和赖霸开局，空中跳 CD 一拍，前过来忍一手，那这朝天椒没打着，不可能全家给小孩的15个币。对吧？当然你最多可以给对吧5个人，每个人3个币都可以给。当然呢，肯定不会这样的，肯定会给队长5个币，但是他最多只能给5个币，你就没办法。好的，前倾腿升龙，一个标配的招式。感觉这个赖霸被这个罗伯特搞得有点难受了，看没见？赖霸被罗伯特搞得确实很难受，这个套路一顿打蹲防，根本打不了，结束了赖霸的5连胜（括弧啊）。这个也是历程的首胜，因为他上来就用罗伯特，这个罗伯特确实很骚啊，看不见？这手罗伯特非常的骚气。大家伙把眼睛闭上啊！大家伙把眼睛闭上，听我的声音。你好骚啊！啊，萝卜等会儿吃啊。好，来看看，直接被脚王踢的脑瓜子嗡嗡的啊！一顿断子绝孙脚，知道吧？好，来看看历程。那历程这一局呢是先拔头筹，赖霸呢现在有点难受了啊，怕自己不会玩的节奏，对不对？好，前一个站地，后拉，远距离，好拆头，98的拆头大家伙都知道啊，按住左右方向接头技啊才可以的。当当当当当。好，这一局赖霸的8神起飞了。现在这么一看啊，主要难受点就是他这个克里斯和大门打不了罗伯特，前面的人物都还好说啊，打不了罗伯特这个很难受啊。好。这个声音好，我看看又是罗伯特啊，这首罗伯特怎么说，后面还有一首大门，罗伯特拳脚很厉害啊，非常厉害的拳脚。好，跳地下盘升龙，下盘3连接也死了，熟当家，只要打晕。好的 ，sorry 啊，这个克里斯已经被罗伯特踹懵了啊，已经被罗伯特踹懵了，踹的倍儿把的，你看不看见？萝卜王是吧？这首萝卜王，想当年我记得有一个人叫风波，大
大家伙儿认识吧？就是飞驰流星，也是我师傅（括弧啊），这个没教我酒吧啊，教我那个炫斗之王的那个师傅啊，就是风波啊。曾经他玩罗伯特玩的特别好，但是现在估计啊有点念了。好，你看这个拳脚，你看这个拳脚，这给这个赖霸踢的嗡嗡了，哎呀！好的，要爆气了，前腿棒，闪身直接被普通头没拆掉，没拆掉啊！EP 分数现在变成2分了啊！我们改不改的无所谓啊，主要就是说这个历程呢现在是2比0。你这么说，你应该早让历程上场，对吧？好，大家看看，这边是一手8神之间对拼。现在这个历程罗伯特是2发的，看见啊，属于2发罗伯特。好，直接一扣2丝血磨死，你看一个波加一个魁，一波接一魁，啊，前倾手拆头，这个8神打罗伯特也不好打，就难受了。不过好在8神好像有点路子啊。落地打击头，前倾腿升龙，好，再来。感觉这个萝卜头这边萝卜头去了，这个萝卜 robot 啊，确实有点东西啊。好他妈，你看我这个嘴啊！啊，开局百合者轻腿一个抓，哎，看来还是8神，我跟你讲啊，还点是8神。啊，一个扣，再来还抓吗？忍，不色，不敢。哎，好，再来，不敢跳，现在谁也不敢跳，大门跳过来，横过来一下，站地一脚，轻手拉空。好，一个升龙过来，忍一手。没招了，这确实没办法。你用常规人物打的话，克里斯是不怕他的。明显是赖霸不会打这个罗伯特。其实罗伯特，我跟你说啊，没有那么厉害，他肯定是打了针或者是吃了药，知道吧？狂风戒指有的时候比原版简单，有的时候比原版难。啊，混乱戒指有的时候比原版和狂风都难，但是有的歌它就简单，比如说5%的爱情，或者说是利刃之类的。啊，我们看看。啊，2比1的小比分啊，2比1的小比分。总体上来讲呢，我们的这个陈辉啊，肯定是有点微面了啊，因为这陈辉呢被5比0了，你懂的。当当，好，下盘打乱动，重手一个必杀。在8神上的对决呢，历程还是嫩了点啊，对吧？第一局你们也看到了啊，第一局也看到了，确实是这个2个人互换了。然后第2局、第3局。包括这个第4局啊，都是赖霸的8神有优势啊。好，落地跳 CD 过来。哎呀，这个前倾手啊，浪费了好机会啊！下血他想接必杀，打击头，前倾腿应该能踢死，伤害刚刚好啊，伤害是刚刚好的。哎，我吃这个猕猴桃，我真的这个猕猴桃都康了，这个猕猴桃啊，真的都康了啊！好，哎，又不会玩了。咱看看这个克里斯不会打罗伯特是什么感觉？要晕！哎，吐了！哎，这操，这不会打呀！真是很厉害啊！
明显是不会打罗伯特，八神会打，其他人还差点。逆向，结果打康，然后掉 ZD 腿把下盘，嗨，心态都不一样了，看不见？这心态都不一样了。这一手罗伯特明显给赖爸打的脑瓜子嗡嗡的啊！大家伙知道那个秃了，哈哈，秃，这个秃了，秃了，哈哈，好，感谢我们白哥，我们白哥日常支持我狼啊，这每天过来都飞我。好，可以看到啊，今天因为今天是星期一嘛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又开始冲榜了，兄弟们。好。可以看到3比1的比分，赖爸呢，无论八神赢的有多屌啊，只要八神一死，对面的罗伯特就直接就是穿3，因为这个实话实说，因为这个他的大门还好那么一内吧，克里斯完全打不了，的啊。好，克么么对了摩伦一个重手完。这一局虽然说啊，这个赖爸呢，这个赢了啊，就算是很有优势，但是这半管血罗伯特他很害怕呀，这个罗伯特啊，他半管血也是罗伯特呀，对吧？出来，哎，终于是骗到了啊，对不对？出来。好，再拍，这大门白给了啊，感觉大门有点白给，对不对？就靠一手罗伯特啊，一手罗伯特打天下，其他都白给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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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再次感谢我们的白哥。刚才我们的凯哥和白哥送的飞机那个宝箱，你们对吧？啊，抢到东西了，别抠抠搜搜的，送给我了啊，对不对？当当当当当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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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掏裆朝天蹬一腿，空中一响，落地一掏，好的，下臂站臂前倾手，再有一手回3，然后落地掏裆往前拉，空中一抢，下盘一手拨，空中再抢，你看，哇！好的，好，一个崩，再跳过来，重气，好，再崩一丝血，拨过来后拉，哎，你看，哎，刚才怎么说的？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就靠这个罗伯特，人家这个八神照样可以1v3的局面啊，兄弟们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像你们想象中的那样子啊，其实还是可以的啊。综合起来呢，除了罗伯特之外啊，打赖爸不好打，但就这一局来讲，这是你懂的啊。噔噔噔，好，想翻盘，但是罗伯特，对吧？开
开局前倾手，你看，很多人说这个脚是怎么踢出来的？前倾手啊，前倾手可以打蹲防啊！你老想对啊，防着底盘，我前倾手，这招很恶心的啊！我不是我自己说，是刚才有人说啊，是刚才有人说，不是我说，因为我对这个历程了解不是特别的熟啊。2个超大外可以，这2个超大外算是秒了，但人家也有个大门，这一局还真不一定，赖霸翻粉能力还是有点的啊。啊，4比2，也就是说啊，现在打了7个币，然后这边打了4个币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不是这个啊，这怎么还有这也行？我操！啊，一个波。啊，掏裆一点，空中一响，好了，再来打乱斗，一个掏裆，直接掏死的啊！啊，这一局还是赖霸的8神战胜了，还是看8神吧啊！森迪欧比，出来！哎，你说我感觉，你说用罗伯特，然后打那个谁，用罗伯特打那个我龙，打那个陈辉，是不是有加成啊？这个罗伯特老喊出来，对吧？他这个他妈的就是，我感觉他妈就应该给他删了啊！这个语音包他妈有点恶心的啊！你看出来，你这个太狠了啊！好机会接必杀，先下伤害啊！好，感谢我们的石佛哥3手办卡支持我狼，打鸡头，升龙1根，但是血量不足啊，对不对？闪身过来，下盘3点，野死熟当家，忍一手，好的，这个下重腿他自己都懵了啊！吃猕猴桃，我真是猕猴桃，我是猕猴桃。好，正身位后拉地。哇！这个直接秒啊，兄弟们啊！但是呢，重腿头上扶接反手这个招式，在实战当中啊，虽然说这个连招不难啊，我都能连啊，连招不难，但是呢，确实是，妈的，实战当中一个不容易的啊。好，4比3的比分啊，兄弟们，这个赖霸并不是让大家伙看到的那么弱。抢长局的话，感觉这个罗伯特可能慢慢会被这个赖霸所熟悉，赖霸就会觉得，哎，这个罗伯特可以这么打，这个明显不像之前那么难打了，看不看见？明显不像之前那么难打了啊！好，看看，扣么么么的。这个后跳 C 在8神的对决上呢，历程确实赢过一局啊，平过一局，赢过一局，剩下的基本都输的。来看这一局罗伯特，哎，这就是打鸡头的败笔，打鸡头一个不小心，对吧？他就能被闪出去，而且打鸡头在第一时间打鸡头是不可防御的，但是一旦你躲过了第1下，然后你第2下的就可以防住了，你知道吧？啊。
好，来看看直接葵花第3是打乱动，但是罗伯特没有中招啊。好，你看会打了，看不见会打了啊。好，腿绊一个崩，忍一手，好，直接抓一手，这样的话血量还多，逆向，结果这反摇了。我们看看再来，大门准备头上，好的，头出云头。这个很多人说这个为什么不接阵啊？这个我要跟大伙说一下啊，98里面的出云头血量相当的厚啊，相当的厚。不像你们咱们想象中，哎，这个出云头血不多啊。好的，来看看一顿踢，前一个抓，然后我们看看怎么说，往前蹭一步，忍一手崩头上，直接一个阵，阵血也一样啊。好，再少，没有气，闪身正身位，没有打超大外，我们看看战臂歘。朝天椒要推摸胸推吗？好，蹬一腿后蹬，不敢再跳了吧？你看还敢再跳，这个时候还敢跳啊，明显是扯犊子。赖霸下场了，没有给赖霸加币，兄弟们，至少目前没有加。